我反对填海，因为填海是官商勾结，炒房炒地皮是摧毁大自然的万恶资源。我支持填海，因为呢，填海呢可以拼经济，可以招商引市。是的，今天呢，我们又要展现出我们的双重人格啦。因为呢，每一次一谈到这个填海发展呢，就会立刻有人恨到牙痒痒。但是呢，也有人会爱得津津乐道。然而，你有没有想过啊？如果填海如此的十恶不赦，那为什么呢？中港台、日韩他们都还在填海呢？同样的，如果填海如此的美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团体会强烈反对呢？那这时候呢，槟城人应该站出来讲几句了啊！毕竟呢，槟城算是全马闻名的填海大户，很多的媒体或政治人物呢都很喜欢拿槟城的这个填海议题出来讨论。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荧光笔要把整个马来西亚拖下水。我们一起来看看图表，你看到了吗？几乎呢每一个州啊都有填海，而且呢根据数据啊，自从1988年以来，马来西亚至少批准了31个填海计划，其中就包括了18座人工岛。其实槟城一点都不孤单呐。所以呢，今天我们荧光笔呢决定要帮大家进行两边都不讨好的理性分析啦。我们想要让你一次过了解呢填海的利与弊。很多的城市或国家呢，都会因为不同的目的填海造陆。比如说地狭人稠的这个澳门还有新加坡，几乎都会常态性的填海。本来呢，面积只有578平方公里的新加坡啊，因为填海，今天呢已经长大，成为了734平方公里哦，足足增加了25%的国土面积。至于澳门呢，就更厉害了，他们是有2/3的土地呢都是填海填出来的。如果呢我们要客观又全面的去评论填海的话呢，除了去思考填海会带来什么结果之外，更重要的是追根究底，这个填海计划到底是谁提出来的，谁拥有，谁批准，它的目的又是什么？是为了公共建设吗？那比如呢，是香港的这个赤鱲角機場，还有这个日本的关西机场，或者是为了发展工业，比如新加坡的这个炼油中心 Jurong Island， 又或者是纯粹为了房地产开发。其实呢，大型的填海计划呢，主要分成3种模式。第一种呢，就是政府主导，由政府规划，政府决定填海地的用途，如果有任何的盈利，则是收归国有。比如说这几年呢闹得轰轰烈烈的槟城南部填海计划，现称 Penang Silicon Island， 那这个槟城州政府呢，就是这项计划的拥有人。第二种呢是私人主导，也就是说呢，由私人企业 propose， 或者是政府主动 propose 填海的发展权给他们，然后呢，政府再跟这个企业呢去谈判怎么从中得到回酬，比如说马六甲的黄金港。第三种呢是公私联营，也就是呢由政府还有私人企业呢组成的合资公司，双方呢共同做出决定，政府呢制定这个框架给私人企业去进行运营，再依照呢这个股权的架构来分配利润。比如说柔佛的森林城市 Forest City， 毕竟呢海域本来就是属于大家的公共资源嘛，所以呢无论是谁出资谁拥有，发展成功或失败，其实呢都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呢是有密切的相关的。毕竟呢填海本来就是一项 give and take 的交易啊，我们牺牲的海域换来陆地和发展。那如果有人跟你说填海是百利而无害，记得 unfriend 他，不要跟他做朋友，因为是不可能的。好，那我们来看看 give and take 的部分了哈。都说了填海是 give and take 吗？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 give up 是什么？自然生态。在填海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工程需要，必须要挖掘海床，这都会导致呢水质的这个浑浊或者是重金属的污染。因为呢大型的这个填海造陆呢是会改变水流的方向以及海岸的波浪形态，水流的速度增快呢，就会造成这个海岸侵蚀。相反的，如果呢波浪变弱，水流速度减慢，就会导致淤积，造成了臭味还有水质的污染。The project itself will cause irreversible damage and residual impact on the mudflat ecosystems, on the fishing grounds, on the turtle landing, and part of the coral reefs at Pulau Rimau. They go on to say this: it is an important ecosystem to the fishery resource and would threaten the country's food security.
那当然了，政府就宣称了，他们已经制定了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估条件。比如说，根据规定啊，面积达50公顷或者是以上的工程呢，是必须进行详细的环境影响评估。然而呢，柔佛就有一项大型的填海计划，却采用了巧妙的这个策略。他们尝试将原本的一整片的这个填海区域呢，拆分成多个49公顷以下的小型工程，借此来回避政府的要求。在吉打呢，甚至还发生没有进行任何的环境评估就直接填海的夸张情况。或许是因为这些负面的这个潜力啊，近年呢，槟城的南部填海计划呢就开始受到了政府的关注。例如，在马来西亚大型的填海必须要经过一个重要的关卡，就是由首相亲自主持的国家实体规划理事会 NPPC。2019年，政府的非政府组织呢 Penang Forum 就获得了一个极度罕见的机会啊，他们被邀请到 NPPC 的这个会议，并在首相马哈迪、副首相旺阿兹莎还有一众高官的面前呢，直接陈述他们反对槟城南部填海的意见。那这呢是在马来西亚历史上呢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哦。那槟城首长曹冠友呢还说啊，这个前后花了10年才被批准的槟城南部填海计划，这个过程真的是蛮痛苦了哈，可以讲很多这个技术的单位是非常严格的看待槟城哈，有时候在一个会议批准了或者同意了，过另外一个会议也是可以改变。Take one， 新土地、新房屋、新税收。那既然呢，我们已经讲了 give up 了这个自然生态啊，但是呢，我们到底换到了什么呢？政府可以有大量的土地储备。其实呢，填海造陆呢，在槟城早在19世纪的英殖民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比如说今天的这个古迹区的海前路 Beach Street， 还有这个游客很喜欢去的这个信士桥一带，都是当年的英殖民政府填海填出来的。再看看这张图，那由于呢，冰岛中央是高山嘛，多山而平地少，所以呢，褐色的部分呢都是填出来的土地，而红色的呢则是在进行当中。这些呢由北至南的这个填海地呢，都是因应不同的目的而填的。比如说高雕楼的这个填海地，是在70到80年代为低收入的这一个市民盖大量的公共住宅而填的。而再往南一点点的 Queens Bay 那边呢，则是2000年代的时候私人企业的这个房地产发展。其实呢，无论是公共或者是私人房屋，填海还可以扩大政府的管辖范围，为政府呢创造新的税收。如果政府在房地产开发当中有股份，那么政府呢就更可以在房地产的这个买卖中呢赚取更多的收入。Give to粮食安全。马来西亚自然之友说啊，既然海洋的这个生态被填海工程破坏了，那么鱼类啊、虾类的这个繁殖地自然呢也受到影响了。不只是影响渔民的这个生计，也会导致海产变贵，影响国家的粮食安全。I think the average Penangite may not care where his or her seafood comes from until it's gone, but it's going to have a knockdown effect on the hawkers, on the restaurants, on the makcik, who sell economy rice in the gerai. It's going to have a knockdown effect on the ecotourism and the tourism industry generally, because we are a foodie destination. 其实呢，槟城啊长期都有关于填海的论战，辩论的核心啊，终究还是渔业或工业的选择题。Penang Island, I don't see many thousands of locals being employed there. Instead, mainly foreign workers were brought in to do the reclamation and construction work. As for Island A with about 800 acres for industrial land, to be frank, you're not going to get the high-tech silicon, wafer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because the sand is still settling on the artificial island. 有人说我们不能够因为选择工业发展而牺牲了粮食安全以及渔业的发展，但是呢，也有人说啊，渔业对于槟城的 GDP 的贡献微不足道，只有不到2%。那槟城人到底是要选择鱼而放弃这个电子工业呢，或者是为了电子工业而放弃捕鱼呢？来，你来选鱼的朋友打鱼的 emoji， 选择这个电子工业的朋友呢打钱的 emoji。让我们来做一个民意调查。Dia tunai orang bantu, orang support. Dia lain orang support. Tapi gua menjadi lah, ini lang tanjak lah. Gua biaukin dia, gua ujian biaukin dia. Kata macam cita-cita saya untuk keluarga saya tu, belilah kalau boleh tu, anak kalau belajar bagus, memanglah tak payah buat kerja laut lah. Sebab kerja laut ni dia berisiko, belum tentu lagi kita boleh dapat. Take two， 国家战略产业升级。Bayan La Paz Free Industrial Zone, welcoming conglomerates such as Bosch, Motorola, Dell, Intel, and Hewlett-Packard to assist in its transformation. By the 1990s, the results were clear.
Penang had reinvented itself from a post-colonial backwater to one of Malaysia's biggest success stories. Today, the region is home to over 350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mounting to an estimated 5% of global semiconductor exports. 那我们再看一次槟城的这个填海图，南边这个褐色的填海地啊，其实就是 Bayan Lepas Free Industrial Zone， 也就是呢马来西亚半导体产业的根基以及核心地带，为国家带来巨额的收入。那由于呢这里已经完全开发，所以呢政府希望呢透过槟城南部的填海，增加高科技工业园区的这个 Prime Land， 在充满优势的地点呢扩张并且升级半导体的生态。The larger picture, of course, is that the economy is all important for Penang. We're a state that is an industrial state. We contribute a huge surplus to Malaysia's balance of trade. Our contribution to the manufacturing economy is like 30-40% of the nation. We have to keep going. We have to keep developing. The question is to mitigate any impact and harm that comes from development. And that's what precisely we're trying to do. 那当然，你可能会问哦，难道槟城就没有其他的地了吗？啊，mainland 不是还有一大片呢？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岛上填海啊？那除了前面我们提过的这个 prime land 的因素啊，以下是槟城政府的回应。We are trying very hard to open more land as possible, but the state again does not own much land, even in Seberang Perai. We have to go through acquisition processes, which we are, and in some cases we actually encounter legal difficulties as well. There is one huge corporation, for example, suing us in court over land acquisition, which we are doing to expand industrial land. Gift Tree 公共利益与贫富差距。因为填海的这个造价高昂，所以呢，如果政府让出填海地的规划权给私人企业，那么这一些公司呢，自然就会为了要赚取更多的利润，而减少公园绿地啦、交通设施啦，还有海洋景观，甚至呢，为了最大化利润而狂盖豪宅、炒房地产啊。如果呢，本地人买不起的话呢，就会改推销给外国人要赚钱吗？你还记得之前的时候啊，不是有外国人组团来旅游，顺便买房子的这个新闻吗？哈，人家来旅游买的不是白咖啡，也不是当门边之类的土产啊，是买房地产。这样买菜这样啊，太过分了！被这样子打造的这个贫富差距呢，自然就会造成我们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喽。Take Tree， 填海换建设。众所周知呢，马来西亚90%的税收呢都是给联邦政府收走的，所以啊，州政府呢常常就处于没有钱提升这个基础建设的这个窘境，所以呢，各地的这个州政府呢就会透过变卖天然资源、采沙挖矿或者是卖地的方式来增加自己的收入。可是呢，槟城政府呢既没地又没有天然资源，要怎样办呢？啊，没事，槟城有海。其实呢，这几十年以来啊，无论是哪一个政党执政，槟城政府呢都是一直透过填海来换钱和换基础建设的。比如说冰岛中部的这个日落洞填海地，就是一项呢很特别的交易。当年呢，槟城政府和徐子根首长呢就允许发展商进行填海造地，并开发房地产的项目。但这并不是单纯的商业行为哦，而是附带了一个重要的条件作为交换，也就是呢，发展商啊必须要为冰岛修建一条，也是唯一一条免收费高速公路——敦临苍佑大道，就是这一条啦。另一个例子呢，则是近期才竣工的 Gurney Bay， 在寸土寸金的槟城呢，这一座60英亩的这个海滨城市公园呢，也是时任首长林冠英跟发展商呢谈回来的。因为呢，之前呢 Gurney Drive 呢沿岸长期受到淤积还有臭味的问题困扰，所以呢，这个发展商就同意为槟城政府呢额外填海，还自费呢聘请国际知名的顾问来规划这一座填海绿地。至于呢，前面一直提到的南部填海计划，其实它的源头是当年呢槟城经历了这个政党轮替之后，联邦政府取消了原本计划中的槟城 Monorail， 因此呢，槟城政府呢就希望透过填海拍卖3座人造岛，以获取推动 LRT 还有交通大蓝图的资金。到这里呢，你是不是觉得啊有点晕啊？原来这些填海啊是这样子交换来交换去这样子的哦。那槟城呢，从 highway 公园到公共交通都是用填海交换回来的。你说这样子的这个税收制度是不是有一点点扭曲？你觉得呢？Gift 4鬼城危机，
填海不一定会繁荣，反而会出现土地过剩或者是鬼城危机哦。根据香港研究啊，截至2022年的12月，在全球52个填海计划当中呢，至少有接近一半出现延误，甚至呢有烂尾的问题。这是因为呢，大型填海工程呢，通常需要很多年才可以完成，而在这漫长的过程当中呢，国家的政策可能会转向啊，经济环境可能会起起落落啊，这些变化呢，都无可避免的会影响着填海计划的持续性。所以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啊，工程停工、土地空置，或者是政府呢不得不出台新政策来挽救的局面。Take 4对抗海平面上升。你知道吗？其实啊，荷兰呢有1/4的国土呢都是低于海平面的，有超过60%半的这个土地啊，甚至会在涨潮的时候呢被海水覆盖。所以呢，荷兰自13世纪就开始大规模的填海，一直都在跟海争地。如今呢，有大约20%的荷兰国土呢是填海填出来的，所以呢，填海就成了对抗气候暖化和海平面上升的方法之一。根据研究机构的这个预测啊，如果涨潮啊，还有这个风暴同时发生的话呢，那么未来的海平面呢可能会上升4到6米。这也是为什么呢？就是填海大户新加坡决定开始做准备了哈。新加坡计划填海，打造这个 Long Island， 这3块填海地呢将会高于现有的土地，一字排开，形成一个岛链，总长大约是18公里。而且呢，除了应对海平面上升啊，这些填海地也会用来兴建住宅和设施，一并解决新加坡土地短缺的问题。好了，听完这些很矛盾的这个填海的 give and take 之后呢，你心中有答案了吗？简而言之呢，填海不单只是一个简单的支持或反对的2元选择，相反的，填海问题呢更像是一面镜子，它反映了我们每个人的价值观，还有对未来的想象，也不只是关于土地还有海洋而已，而是我们想要留给下一代怎么样的世界。我们已经尽可能帮大家整理了各个切入点啊，至于你想要站在哪里，就看你自己的判断喽。我是莹莹，我们是 Highlighter，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呢，记得 follow 我们 subscribe。我们或者是加入我们的会员，我们是专门做跟马来西亚的社会文化历史有关的这个知识型影片。下期影片再见。